小凤站在街角，望着对面一家甜点店，她的眼神充满了挣扎和焦虑，泪水不禁在她的脸颊上滑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二哥的笔记本，一个提供正能量的频道。小凤和俊豪从小是邻居，也是最要好的朋友。他们一起度过了好多难忘的时光，从一起学自行车，到一起探险周围的森林。不管是欢乐还是挑战，他们总是一起陪伴。小凤和俊豪的友谊深厚，虽然他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，小凤想开一间甜点店，而俊豪想成为政府官员。他们互相支持尊重，且相信对方，希望能一起实现梦想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他们总是互相帮忙，鼓励对方。当小凤感到困惑时，俊豪总是在她身边，给她勇气和支持。而俊豪情绪低落时，小凤则以她自己做的甜点来振奋他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现实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小凤家庭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，父母希望她找份稳定的工作，确保未来的生活。面对这样的压力，小凤感到束手无策又困惑。她知道自己梦想开一间甜点店，但也明白这可能只是个奢望，无法实现的梦。经过思考，小凤最终放弃了梦想，选择了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，扛起家庭的负担和未来的生计。这决定虽然让她内心充满了遗憾，但她知道这是为了家人还有未来的考量。有一次，小凤和俊豪在咖啡店见面，气氛变得有点尴尬。小凤试图解释她放弃梦想的原因，但俊豪的表情让她感到沮丧，他完全无法接受小凤的决定。小凤沉默了一会，说：“我知道你可能不谅解我的决定，但我希望你能理解，这是我必须做出的选择。”俊豪微微皱眉说：“我理解你的压力，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你要放弃你的梦想。你那么擅长烘焙，你不应该让现实的压力击败。”小凤说：“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我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。”俊豪接着说：“但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，对吗？”小凤低下了头，无言以对。她深知俊豪的言外之意，但她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。这一刻，他们之间的友谊似乎遭遇了难以跨越的障碍。过了几天，俊豪在工作上遇到了大问题，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突然退出，整个计划陷入了混乱。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方案，还要重新安排计划和策略。面对这个挑战，俊豪感到压力山大，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是个机会，可以重新审视计划，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。在小凤的鼓励下，俊豪决定不再逃避，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，最后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，重新调整了计划的执行策略。后来，小凤和俊豪聊天时，小凤毫不犹豫地跟俊豪分享了自己内心的挣扎。她坦诚当初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但现在又开始后悔这个决定。她感觉到自己和俊豪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因为俊豪正努力追求他的目标，而自己却似乎原地踏步。俊豪鼓励小凤重新思考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俊豪告诉她，人生中遇到挑战是不可避免的，但重要的是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和压力，以及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梦想。俊豪和他分享了自己曾经面对困境的经验，以及如何通过坚持和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，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。他认为放弃只是逃避问题，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多年后，小凤依然没有踏上追逐甜点梦想的道路。每当她经过甜点店时，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羡慕和感慨。她看着店里忙碌的人们，闻着飘出的香味，心中不由得激动万分，并且时常流下眼泪。最后，她回想起当初的梦想和抱负，想到自己放弃的选择，她意识到当初的放弃并不是明智之举，而是因为害怕面对困难和挑战，
所以选择一条表面上看似安稳却空虚无力的路。他明白了自己错过了追逐梦想的机会，而现在的羡慕只能化为无尽的遗憾和悔恨。最后，小凤慢慢的走向尽头，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：当你放弃时，就别羡慕别人过得比你好。他们之所以过得比你好，是因为他们面对困难选择坚持下去，而你选择逃避。在这个故事中，小凤的抉择让我们反思，生命中的每个选择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。人到了晚年，往往不是因为年轻时做过什么事情而感到后悔，而是没有尝试过某件事情感到后悔。此时此刻，如果你拥有目标与梦想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因为多年后你会发现，有些事情真的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。